嫣然，我腰快受不住了，快帮我把箱子推下去！表妹，水进来了，我怕。表哥别怕。白嫣然，快过来扶我一下。你水性好，多撑一会儿没事的。等我将表哥安全送上岸，就派人来救你。江回啊江回，当了5年尽心尽力的好丈夫，可到头来，他还是选择了我，真是可笑。好狠啊！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嵌入坠气的这天。姑爷，您这是演着了？瞧您一头冷汗，快把这手印按了吧，往后您就是白家明媒正坠的姑爷了。你水性好，多撑一会儿没事。前世我签了这份契后，彻底沦为了白家的奴隶，赚的每一分钱都被白嫣然拿去养那个小白脸温润玉，最后还落得溺死的下场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，这契我不签。姑爷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胡话？好端端的赘婿怎么就不当了呢？这赘婿我不当了，谁爱当谁去当。江回，你可想清楚了，离了白家，你还能去哪儿？为师这一身医术，济世堂半壁药路的药引牌都给你了。江回，记住，这枚丝牙在谁手里，谁就长着江南半壁药的命脉。师父放心，弟子记下了。快来人！当年怀揣师父的丝牙，被仇家追杀九死一生，是白老太爷救了我。我在白家蛰伏1年，避过风声，练成师父的医术，后来拿回济世堂的药路，本想向老太爷坦白身份，就此告别。可我回来那日，老太爷病危，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，把白嫣然托付给我。我若一走，白家立时就垮。我不忍心，便答应留下，等效期过就入赘白家。可5年操劳却换得一场空。前世我已经把老太爷的恩连本带利还清了，这一世我将会只为自己而活。你先别急着走，大小姐听说你撕了契书，正在偏厅等你过去说话呢。偏厅？前世的今日就在偏厅，我亲手求来的护心牌被他挂上了温润玉的脖子。好，我去会会他。表妹，你说那倒插门的私赘书干什么？耍这点小性子，想博取我的关注罢了。晾2天，自会夹着尾巴回来。表妹，你这枚药引牌倒是水头不错。表哥既看上了，便送你了。表哥3日后要在药道大会上扬名，带着它也添几分体面。这物件儿原是那赘婿求来孝敬表妹的吧？如今戴在我身上，传出去，怕是要闹笑话。
他求的东西，本就该孝敬白家，一块石头罢了，你带着体面，他还敢有半句话？江回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撕了入赘契书，你要翻天不成？当不当这个姑爷，本就该我自己说了算，何来大胆一说？嘴硬，这几年都过来了，你还能真舍得走？行了，少跟我贫嘴。3日后的药道大会，表哥要上场扬名，我已替表哥花100两买了直通前3关的资格，你去账房再支800两，准备大赛买药钱。表妹，为我这般破费传出去，倒像我图白家的银子。表哥可是未来医仙，这点排场配得上你，还不快去？你也就配做些这种跑腿的事了。800两，他是真不懂这大赛的规矩啊！药道大会斗诊大赛共7关，参赛者根据考题掏钱买药，配比熬制，裁判凭汤色药味定输赢。前3关是基础，越往后病案越刁，要用的药越贵。温润玉那性子最爱出风头，必定一关接一关往下闯，到后头开的方子，光一关开药就是几千两。白家早被他为温润玉掏空，账上也就1000两银子，更何况白家还压着济世堂近10000两的旧债，揣着这点钱去药道大会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发什么愣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这事儿我去办，办得风风光光。既然你要带他去送死，那我成全你。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果然四气不过是耍性子，到底还是离不了白家。3日后的药道大会，我也会到。也行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东家，您可算来了，各地的账都按您吩咐理好了。白家那本单独拿出来。东家，白家积欠的货款连本带息已经快10000两了。从今日起，这笔账不必再压了。东家是要催债了，可这数目他们还不上啊！还不上，便拿铺子、宅子、田产来抵。白家这点家底，正好抵了济世堂的债。东家，这是今届药道大会的报名名册。您先前要我留意，果然，白家7日前就报了名。3日后的药道大会，我亲自到场。东家是说，你要趁这届药道大会正式露面，还是蛰伏5年，也该让江南的同行们认一认济世堂真正的主人了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表哥上场的锦袍要最好的料子，随行的药童、打点的银子，一样都不能短了表哥的排场。表妹这般用心，3日后那斗诊台上，我定让江南各大世家都记住温润玉这个名字。那是自然，有我白家替表哥撑腰，这届头筹非表哥莫属。江回支的那800两置办的怎么样了？回大小姐，银子支了，说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，叫您只管放心。这赘婿使唤起来倒还顺手。行头背得越风光，3日后台上跌的就越响。表哥，你瞧，江南有头脸的世家全到了，今日你只管大显身手，让他们都记住你的名号。表妹放心，这斗诊台上，我温润玉还没把谁放在眼里过。药道大会斗诊共设7关，每关当场诊病，自行购药，配比熬煮，
由3位药老凭汤色药味评判对错，诊错、配错、汤色药味不合者当关淘汰。每位参赛者第1关自备买药钱，每过1关便得该双倍买药钱做下关之资，闯得越远，本钱越厚。前3关为基础，世家若不愿与众人争这3关，可纳银100两，只取前3关之资，从第4关比起。中途力有不逮者，亦可随时弃权。瞧瞧这些寒酸医者，连买药的钱都要精打细算。表哥，你只管放手用最好的药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世家气派。表妹放心看着便是。前3关已毕，自第4关起，并按逐关加难，真章从此刻见分晓。第4关，诊治此症，配药熬汤。一个女流，一个土埋半截的老朽，也配跟我同台？这点湿热脾虚之症，乳名小孩都知得。当年在京城名医堂抄录的方子里，正有一道对症的。去赵方买药，茯苓、白术、陈皮，挑最贵的上等货色。白家用药自然比旁人金贵几分。寻常茯苓、白术即可，对症便好，一文不多话。我表哥师出名门，用的都是上等好药，这点小症对他不过信手拈来。白家温润玉，汤色清正，药味相合。第4关，过！侥幸，侥幸。寒门审验，药材虽贱，配伍却分毫不差。汤色则药味俱正，过。这一手比许多用尽名贵药材的强得多。表哥这般风采，这届头筹非他莫属。我白家也要随表哥扬名江南了。苏清月辩证精准，配伍利落，过。裴老成持重，分毫不差，过。陈记药行君臣左使错配，汤味相冲。第4关淘汰。第4关一上难度，便有人露了怯。温润玉朝方蒙混，挥金买药，看着风光，可越往后病案越刁，他那点本事撑不了多久了。第5关，此症晨哭缠绵，虚实交错，诊错一味，满盘皆输，诊治配药，熬汤定胜负。这脉象忽沉忽数，又虚又实，跟医案上写的都对不大上。管他，多用几味贵重的温补药材压着，总不会错。这满场谁不知道，好药材堆上去，并去得快。赵方抓药，上等的鹿茸、人参、附子都要顶好的。公子，不好了，这一关的方子，光这几味贵药就要3000两，咱们带来的买药钱连零头都不够。表哥，怎么了？这关的药材要3000两，咱们的银子不够。表妹，快添点儿。快去账上支3000两出来。大小姐，支不出啊，来时带的800两。开赛前置办表少爷的行头，打点上下就花的差不多了，账上拢共只剩不到200两，加上第4关赢的那点奖金，满打满算也就1000两。这关要3000两，差着整整2000两呢。不到200两，怎么可能？
我白家堂堂一方药商，何曾沦落到连3000两都拿不出？钱呢？白家的钱都到哪儿去了？大小姐，这一年，表少爷的雪山雪莲、千金请来的医案，那套紫檀药柜，还有今日这一身行头排场、桩桩件件，都是您亲笔批的银子。账上的钱就是这么一点点花出去的。不对，白家家大业大，怎会连3000两都拿不出？定是江回那废物从中做了手脚，把账上的钱昧下了。江回呢？人呢？快去把他给我找来！这账上的事，定是他做了手脚。是。江回那个废物不是说要来吗？躲到哪儿去了？各家抓药配伍，献一炷香。余时未熬出汤药者，以期全论。拿城东那2间铺子的地契，去就近的钱庄押了换银。快，表哥的场子绝不能砸在这一关上。大小姐，那可是铺子的地契。要你多嘴！表哥夺了这头筹，白家日后什么挣不回来？去！这药温补峻烈，全然压过了病症。此症本是虚实夹杂，当先清后补。你一味用贵重温补猛药，火上浇油。不可能，我用的全是最上等的药材。药材再贵，变错了症，配错了伍，便是害人。白家温润玉，第5关淘汰。怎么会？表哥他怎么会输？寒门审验，先清后补，层次分明，此症拿捏的恰到好处，过。靠朝方蒙混，靠贵药堆积，终究是绣花枕头。表哥你别急，不过一关罢了，是那几个老匹夫不识货，存心刁难你。银子不是已经换来，药也买了吗？怎么人又找回来了？白大小姐，方才情急，小号一时未及细验，先放了银子。可这2间铺子的地契，小号验过户头，竟过不了册。这押款做不得数，地契原物奉还，银子还请白家退还。过不了册？我白家城东的铺子地契分明在此，凭什么过不了册？白大小姐有所不知，这2间铺子连同白家城里另外几处宅院田产，早已抵在济世堂名下，做的是白家积欠济世堂那笔药材货款的担保。债一日不清，这地契便1寸也动不得，自然没有哪家钱庄敢收，也过不了册。欠济世堂的货款，我白家几时欠过济世堂的钱？这是济世堂的账册誊本，白家这些年从济世堂赊的药材，连本带系已积欠近1万两，早过了节期。这几处铺产，便是当年立的抵押。近1万两！白家不是江南有属的药商吗？怎么欠着济世堂近1万两的债？方才还摆那么大排场，感情是个空架子？不可能，白家年年进项丰厚，怎会欠下这么大一笔债？这账定是假的。账册原本、抵押契书俱在济世堂封存，大小姐尽可去查验。江回呢？白家的账，白家的债，5年来一向是他打理的，这债定是他瞒着我欠下的，是他害的白家！快把江回给我找出来！白家竟欠着这么大一笔死债，
江回，江回！戏到这儿，也该我上场了。诸位，前6关已毕，余下的皆是百里挑一的真才。压轴这第7关，按我济世堂的旧例，时隔2届，今日由我济世堂的东家亲自主持。济世堂东家，传闻那位幕后真东家已有2届不曾露面了。江南半壁要路都在他手里，多少世家求见一面而不可得。今日他竟要亲自主持，快看，到底是何方人物？济世堂东家，执掌江南半壁要路2届避而不露的那位。是他？怎么你认识？当然认识，白家倒插门的赘婿，没想到竟是济世堂的真东家，这怎么可能？江回，不可能！他这些年低声下气，任我打骂使唤，怎么会是执掌半壁要路的济世堂东家？怎么会是他？完了，我居然得罪了能一句话碾死我的人！这债，这浑水，我半颗都不能再沾，得趁乱走，越快越好。这还是你头一回正眼看我。白大小姐，济世堂奉东家之命，已请府衙作证。白家积欠济世堂药材货款近1万两，早过节期，今日依抵押契约，连同铺子、宅院、田产尽数冲抵。冲抵家产，不行，这债不是我欠的。江回，我爹临终把白家托付给你，你也答应过要入赘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看在我爹的份上，求你了。白老爷的救命之恩，我此生不忘。可这些年你白家是怎么待我的？呼来喝去，把我当狗一样对待，给过我一丝尊严吗？你挥霍无度养着温润玉，不惜掏空的家底，都是我在背后一笔笔补上。这近1万两的债，就是这么积下来的。白家的债，皆是你的无知一手造成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一直是你，我竟从不知道。你当然不会知道，在你眼里，我从来只是个跑腿打杂的赘婿，打的骂的，你爹的恩我还清了。如今我站在这里，只有一个身份：济世堂东家，白家的债主。债一文不少的讨，家产依约冲抵。我与白家恩义两清，从此两不相干。表哥，你去哪儿？你别走啊！你要帮帮我！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。白嫣然，我何时要过你的钱？那都是你自愿给我的。我与你不过表亲一场，可没义务陪你还这1万两巨债。表哥，这些年我倾尽白家供你、捧你，你怎么能……你那点东西，我温润玉早受够了。还有这破玉，还你！我怎么这么蠢？江回，你当真一点情面都不留吗？情面？前世你让我多撑一会儿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一刻起，就没什么情面了。白家的事到此为止。这第7关
是这届药道大会的压轴，便由我亲自主持。燥热。第7关，诊治此症，配药熬汤，定最后胜负。满面赤红，烦躁燥热，分明是热毒炽盛。速以大黄、石膏清热碎火便是。不对，此人脉象沉细欲绝，手足冰凉，是真寒假热，里头一团寒，把那点虚阳逼到了面上。若真用大黄石膏去清热，无异于雪上加霜，要出人命的。寒症投良药，背道而驰，淘汰。沈燕、苏清月、裴明德皆识破真寒假热回阳救逆，3位过，便是闯过这压轴第7关，本届药道大会仅有的3位胜者。3位识得真寒假热已是难得，不过这病人的根子还差最后一层。3位以回阳救逆，把这浮在面上的虚阳收住，命是救回来了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这虚阳为何会一而再的往上浮？莫非这真寒假热并非一时心症？正是，寻常真寒假热，回阳一收便定。可此人收而复浮，暗之即起，是底下另有一处陈年的郁疾，像漏了底的炉子。你这头添着火，他那头一直在泄，火归不了源，虚阳自然反反复复往面上窜。今日侥幸压下，过不了3、5日，照旧复发，且一次重过一次。神医，我这病确实缠了3年有余，看遍名医，吃药就好，停药就发。东家是说这是旧损未复，下元亏空，老朽方才只顾着回阳救逆，竟未深究这反复之有。裴老的方子没错，错只错在止于救急，急可救，本不除，等于没治。回阳救逆是把浮上来的火请回去，可炉底窟窿不补，火留不住。我这一针下命门，一针引气海，先把这泄底的窟窿堵上，再以这几位缓缓填补下缘。这一关要的不是把火压回去，是让他从此归得了元，不再外浮。3年了，从未有过如此束缚的感觉。救急，我等尚能；断根，差东家何止一筹？这一手，沈燕记下了。辨得出真寒假热的，满场上有3人，可越过这一层，只灸3年病根的，唯东家1人。老朽行医40载，今日方知什么叫真正的医道。东家之能，老朽拍马难及。本届药道大会7关斗诊到此尘埃落定，沈燕、苏晴月、裴明德3位过5关斩6将，闯过压轴，实至名归。按济世堂旧例，每位胜者赏黄金1000两，济世堂珍藏名药1位。3位的名号今日起传遍江南伊林。谢东家，这黄金晚辈愧领，可晚辈所求从来不是金银。哦，那你所求为何？晚辈所求不过是有朝一日能让天下穷苦人也看得起病，抓得起药。好一个看得起病，抓得起药！沈燕，你出身寒门，无家世，无后资，却凭一手扎实医术，一颗廉政之心，从头杀到压轴。这样的医者，比那些靠堆砌名贵药材欺世盗名之辈强过100倍。济世堂正缺你这样的人，可愿入济世堂，与我一道，行医济世。晚辈愿追随东家。
必不负这一身所学，不负医者二字。藏了2届的济世堂真东家，今日总算露面了。江东家可知老夫为何今日才找上门来？愿闻其详。不绕弯子，老夫手里有一支跑南北的船队，更有一条旁人挤不进来的路子。朝廷军需、各地官府药局采办的药材，如今都点了名要走海运，自南向北调拨。这承允的官凭，老夫拿下了，1年的盘子300万两往上。可这桩大生意，老夫一个跑船的，偏偏卡在最要紧的一环上。我有船有港有冠冕的承运凭据，独独没有药。而江南的半壁药路，恰好在济世堂手里。痛快，正是如此。老夫有路有船有官凭，你济世堂有药有方有医术，你我2家一个出路一个出药，这官药海运的大生意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副会手的位子，老夫想给你。路与药相继，确是好局，我接了。好。白家积欠济世堂药材货款近1万两，以抵押契约，铺面9间，宅院田产尽数冲抵。这宅子3日内腾退。不，这宅子是我白家祖产，你们不能赶我走。白大小姐，账目契约俱在，济世堂依律讨债，府衙作证，3日已是宽限。爹，女儿把白家，把您留下的家业，全败光了。恭迎东家，正位济世堂。恭迎东家。过去5年，我这个东家藏在幕后，是迫不得已。如今身份既已亮明，往后这济世堂，我便堂堂正正的接手，该扩的分号扩，该拓的药路拓，把它做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药行。东家，盐企业那边已传来话，官药海运的手装货、温里散寒的药材都已照您圈定的单子调齐，装船待发，只等您点头启程。东家此去北境，一路顺风。济世堂上下，静候东家的好消息。前世我溺死在海里，连一句救我都没人应。这一世，我要让这片海上的每一条药路，都飘着济世堂的旗。东家，麻烦了。从这码头到军前那一段，要穿过关外的雪岭荒原。这阵子风雪大，路又险，沿途还有马匪。咱们想雇趟镖，问了几家镖局，一听是去军前，要过雪岭，全都摇头不敢接。海路通了，可这最后一步关外险路，没有镖队押运，药根本送不到军前。不过，城里还有一家盐记镖局，专走着关外的险镖。听说他家镖头是个女子，胆识过人，是这一带唯一敢接军前这条线的。走，去盐记镖局。严当家，江某济世堂有一趟镖想托付，一批军财要从码头押到关外军营，300里雪岭，要快要稳。城里几家镖局都不敢接，听说严记赶走，特来相请。你这押的是什么货？温里散寒的药材。北境苦寒，军中冻疮、寒痹、食欲横行，这批药是军前将士等着救命的。
军前那条线，雪岭荒原，马匪出没，旁人不敢接，是险险。这镖按行规是要加倍镖银的，但既是给前线弟兄送救命药，那这趟镖银就不必加倍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延纪镖局有好些镖师都是关外军户出身，家里兄弟至今还在军中。前线缺药，弟兄们受冻挨病，我们比谁都清楚。这趟镖你只管照常价付，路上的损耗，添的人手，延纪自己贴。能给军前多送1箱药，这趟就不算白走。走镖的刀口上讨饭吃，最是认钱。可这趟最该坐地起价的险镖，他一听是军前救命药，反倒不肯赚这个钱了。严当家这份义气，江某佩服。这趟镖便托付给严纪了。备齐50名镖师，明日一早出发。江东家的药，我严纪保他1粮不少，一刻不误，送到军前。这趟为的不是镖银，是前线的弟兄。有埋伏，护住药车！此路是我开，把货留下，饶你们不死！当心身后！彼此彼此！滚！江东家是开药行的，这刀使得倒不含糊。方才那一下，多谢了。早年走南闯北，刀口里滚过几遭，严当家那一边也替我挡了背后一刀，算扯平。压了这么多年镖，雇主大多躲在车后，头发抖。像他这样提着刀跟我们一道遇匪的，倒是头一个。按此方熬制，不可有误。是，多谢江大人。可算盼来了，有了这批温里散寒的药，弟兄们的冻疮、寒命有救了。江东家，货已交接清楚，1两不差。这趟镖银按平价收。严当家，这趟雪岭若没有严纪，这批药到不了军前，这份情江某记下了。江东家言重了，痛快人做痛快生意。往后关药海运北境这条线，但凡有险镖，只管来寻严纪，我严纪的镖旗替你走到军前。好，往后少不得要常与严当家并肩。纪世堂之名渐响，此后5年，将回以关药海运为骨，纪世堂药源为脉，南北药路节节贯通。东家，西北3州的分号都已立稳，如今12州的百姓抓纪世堂的药，比从前便宜了30%。穷苦人家凭一棚的方子还能减免药钱，这看得起病、抓得起药的话，咱们一步步做到了。当年答会上你那句话，我记到今日。药商若只认银子，与那囤积居奇的奸商何异？纪世堂能走到这一步，
靠的不是把药卖得贵，是把药卖得广，卖得正。东家，今年的总账盘出来了，济世堂的药路已是天下数一数二，再这么下去，天下第一药商这5个字迟早是您的。天下第一，不在这账上的数目，而在这药能流到多少穷苦人手里。江东家，你要的那批往北疆的药，延吉的标队已经押到了，1两不少。这5年，北境西北那些最险的药路，多亏有延吉的标旗。江东家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延吉镖局的职责。说来，5年前你押那批军前救命药时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个人心里装的从来不止生意。你又何尝不是？军前那趟，你分文不肯多取。这5年，肯陪我把药送进那些最苦、最没人愿去的地方的，也只有你延吉。师父，您当年把这枚私押交到弟子手里时说，他在谁手里，谁就长着江南半壁药的命脉。这5年，弟子没敢忘您的话。济世堂这半壁药路，弟子不但守住了，还让他流到了从前到不到的地方，让那些穷苦人也抓得起药，看得起病。您传给弟子的这身医术，是医者济世这4个字，弟子一直记着。5年了，当年那个被咱们撵得走投无路的小子，如今都骑到咱们头上来了。哼，何止骑到头上？咱们当年从济世堂嘴里抢下的份额，让他一寸一寸又夺了回去。再由着他扩下去，这天下药市迟早没咱们武家立足的地方。早知今日，当年就该斩草除根。让他活着逃了出去，是咱们这辈子最大的错。错已铸成，再悔无益。眼下他羽翼已丰，又有关药海运那条线撑着。论根基，咱们一家一家都拼不过他，可咱们武家却是一条绳上的。他济世堂的药卖3成利，咱们就卖1成；他卖1成，咱们便赔本也跟着压。江南的药商，各地的药源，咱们武家合起来，囤的囤，抢的抢。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济世堂撑得了多久这般烧钱。咱们武耗得起，可他济世堂摊子铺大，经不住这么往里填空了。不错，先用价钱把他拖住，把他的药源一点点掐死。这5年他从咱们嘴里抠走的，老夫要叫他连本带利，一点点吐出来。东家，5大药行近来动作反常，他们5家联手，把药价压到了赔本的地步，摆明了是冲咱们来的。好些招线的药商被他们用低价和药源绑住，不敢再进咱们济世堂的货了。意料之中，5家合起来跟我打价钱，是想把我的药源一点点掐断，把我拖垮。他们家底厚，又是5家分摊，这么耗下去，东家，咱们要不要也跟着压价？他们要的就是我跟着烧钱，比赔本，不能正中下怀。传话下去，济世堂的药价一文不动。可药商被他们低价绑走了，咱们的货卖给谁去？绑得住一时，绑不住一世。他们5家赔本压的不过是些寻常药材，可道地的药、对症的成药，还有济世堂医棚里坐诊的大夫，这些他们给不了。百姓抓药图的是治病，不是图那几本便宜。传话各分号，寻常药材由他们闹去，可济世堂的道地药材独门成药，只此一家，价钱照旧，分毫不让。再把医棚铺开，坐堂问诊，对症发药，让百姓认准，治病救命，还得来济世堂。
东家是说他们赔本抢去的是面子，咱们守住的是里子。赔本的买卖撑不了多久，等他们武家稍不动，把价钱涨回去那天，被低价绑走的人心自会回来。到那时，这5年他们从季世堂嘴里抠走的，我要连本带利一点点拿回来。东家，价格战他们自己先撑不住了。这半年他们武家赔本压价，囤抢药源，是把咱们的寻常药材生意抢去了些。可咱们守住道地药材，独门成药，又把医棚铺遍了州县，百姓抓药看病，认的还是季世堂。他们武家烧了半年的银子，眼看耗不下去，前几日悄没声的把药价又涨回去了。赔本的买卖本就撑不长久，他们抢的是一时的便宜，丢的是长久的人心，还有比旧账没有清算。东家，不好了！南境数州爆发大疫了，来势汹汹，染病的人成片的倒。疫情多广？回东家，南境7州已有3州沦陷，正往外蔓延，疫区缺医少药。传我的话，季世堂、南境各分考即刻开仓备药，平价售药，贫户平方免费施药。大疫救人，光有药不够，疫病凶险，症候多变，用错一味药就是一条人命，必得有大夫坐镇疫区，一个个辨证施治，才救得了人。沈燕，即刻召集季世堂上下医师药童，随我组一支医队，亲赴南境疫区坐诊施药。是，我这就去召集人手，备齐药材行装。南境大疫，天助我也！我就说，咱们这几年囤下那么多药，总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大疫一起，药就是命。南境7州几百万张嘴，都得跟咱们买药保命。这场疫，就是老天爷赏给咱们武家的一座金山。传话下去，南京的药1两也不许往外平价放，囤住，往死里抬价。娘，你醒醒！这药金贵着呢，买不起就别挡道，后头还有的是出得起钱的。天杀的，这是要逼死我们这些人啊！东家，南境分号已开仓施药，咱们这支医队也即刻能动身。只是南境7州上百万受难的百姓，单凭季世堂一家，纵把家底全搭进去，也救不过来啊。是啊，东家，各地的医者药商平日只顾自家生意，这等往疫区里钻的苦差，怕是没几个人肯来。一家之力不够，那便聚天下医者之力。赵铁，即刻以季世堂的名义广发英雄帖，3日后在季世堂召开医道大会，便请江南各路医者、药商世家，就说季世堂有救疫安民的大事，要与天下同道相商。是，我这就去发帖。师父，您留给弟子的这枚司押，号令的是天下同道，3日后便让他担起济世2字真正的分量。诸位能应帖前来，江回先谢过。今日请大家来，只为一件事：南境大疫，南境7州已现其3，疫病蔓延，流民遍野，染病者成片倒闭。更可恨的是，一群黑心药商趁火打劫囤药抬价，把一副救命药炒到20两，逼得寻常百姓买不起药，活活等死。这场疫，季世堂一家救不过来，单靠官府也顾不周全。江南医道的存亡仁义，到了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了。
那是济世堂的掌门司押，当年老掌门便是以这枚司押号令江南半壁要道。不错，这枚青玉司押是济世堂历代掌门的信物，更是江南要道的画师印玺。今日我江回便以这枚司押，以江南要道画师人的名义，召集天下同道，随济世堂南下，共赴南境，平定场大疫。药材、粮米、银钱这个大头，济世堂来挑。南境各分号即刻开仓，存药平价，平户免费。不足的，江回散尽家财也补上。一应药材皆由济世堂供给，分文不取。可疫病凶险，症候万变，救人靠的是对症施治，光有药不够。这施治救人，便要仰仗诸位各出医师郎中，各带门下弟子，随队亲赴疫区，一处一处的坐诊、辨证、施药。济世堂出药，诸位出人、出医术，分头并进，把南境7州一州一州的救回来。江东家执掌门司押号令天下，又肯散尽家财，身先士卒。我等行医一辈子，岂能在大义面前缩头？我青兰堂这就调集门下20名郎中，随东家南下。我林氏医馆出医师15人，药童30。我虽不通医术，愿出3支商队10辆大车，帮济世堂转运药材。好，诸位这一份份人心，南境的百姓记下了，江回也记下了。3日后，各队齐备，随济世堂药旗，共赴南境。弟兄们，收拾家伙，咱们严记的标旗，这一回护着救命药，下南境。江东家严记100名镖师连人带镖车，听你调遣。这一路南下兵荒马乱，有我严记护着药队，你只管放心赶路。有严当家这句话，我这颗心便落定了一半。诸位，此去南境是九死一生，可疫区里头有上百万人，正等着咱们手里这一口救命的药。出发！此人是蜀师家罕，先以晃香正气化湿，再佐温中，按这方子抓药。恩人，这一碗救命药，我们一家分文未掏，济世堂活菩萨呀！老人家快起来，这药本就是给你们救命的。东家，自咱们的医棚一开，这10里8乡的流民都往这儿奔了。那就一个都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只要济世堂还有一粒药，这医棚就一刻不停。你便是济世堂的江回？本官南下半月，束手无策，疫情凶猛，药食奇缺，朝廷拨下的赈银，在这飞涨的药价面前，也成了杯水车薪。今日听闻城外那连片救人的医棚是你济世堂设的。回大人，正是。江某以江南药道画师人之名，召得天下医者100余路，携药南下。济世堂愿倾尽家财，供药供医，与朝廷一道，平定这场大疫。好，本官为官多年，见惯了趁灾发财的奸商，似你这般散尽家私只为救民的，还是头一个。大人明鉴，依江某之见，
朝廷出面封锁疫区，维持秩序，安置流民，张贴安民告示，约束人心。济世堂这边便专司公药施医，设棚救治，官管其政，民施其医，分头并进，方能事半功倍。正合本官之意，本官即刻行文各州，凡济世堂医棚所到之处，地方官府一律全力配合，不得有误。致意的回春丹一副50两，爱买不买，后头多的是排队的。求求你便宜些吧，我把家当都卖了，也才凑了10两，我儿子就快不行了。哼，10两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没钱就别挡道，滚！瞧见没有？大疫之年，药就是命，命就是钱。咱们这几年囤的药，如今一副能顶往日100副的价。只是那姓姜的在城外免费施药，名声一日比一日响。这么下去，怕是要抢了咱们的生意。抢生意？哼，他能免费施药几日？哼，人我已经请来了。京城来的神医温润玉温大夫到，温神医亲验亲看的回春丹，专克10亿，药到病除。诸位乡亲，我温某行医半生，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。我把话撂这儿，这场10亿凶险万分，寻常便宜药材根本压不住，唯有这回春丹，用的是地道真材秘方。一副下去，立竿见影。贪那几文便宜，去吃城外那些来路不明的驿诊，吃坏了，耽误了，可是要送命的。要我说，这救命的钱，再贵也省不得。温神医，城外济世堂的药，听说是免费的。糊涂啊！天下哪有白来的好药？免费的能是什么金贵东西？我温某人的医名，岂会拿这等性命攸关的事开玩笑？信我的回春丹，才是你儿子唯一的活路。这张嘴真是块当枪使的好料。欺世盗名的本事，他温润玉认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有他在前头替咱们摇旗，这回春丹便是天价，也照样有人抢着买。东家，查清楚了，城里把药价抬到50两一副，断百姓活路的，正是5大药行。他们囤了海量的药，就等着这场一发横财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们还请了温润玉那个骗子，在城里替他们那什么回春丹吹得天花乱坠，唬得不少病家不敢上咱们这儿来。5大药行当年掐我药路的旧仇未清，如今又趁国难囤药，借温润玉那张嘴敛财。这帮人为了敛财简直没有底线。传话各医棚，照常施药救人，不必理会那些谣言。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另外，悄悄派几个机灵可靠的人盯紧5大药行那间药行，尤其是他们那副卖50两的回春丹。我倒要看看这天价的神药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东家是怀疑那药有古怪，高价不打紧，可若这药是假的，治不了病还耽误人命，那就不是发横财，是草菅人命了。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白嫣然，竟
竟也沦落成了流民。江回，好久不见。这5年，我吃了不知多少苦，也总算把从前的糊涂一点点想明白了。期间我走投无路，甚至去投过温润玉，却被他像打发叫花子一样赶出来。那一刻我才看清，我拿白家家底捧了5年的人，从没正眼瞧过我。今日我来，是想留在这药队里。我好歹出身医药世家，认得药材，懂些药理，打下手，照看病患，总能搭把手。我不要工钱，只求一口饭，希望你可以不计前嫌接纳我。过去的事，大会那日就已经了结了。眼下疫区缺人手，多一个能做事的，就多一份救人的力。你既有这份心，便留下吧。谢谢江东家。大夫，求求您救救我爹！他病了几日，我咬牙去城里抓了那50两1份的回春丹，当成救命药，一连吃了3日。可他非但不见好，今早竟昏死了过去。东家，怪了，这老人家本是寻常疫症，起初并不算重，按理几副对症的药就能压下去，可他这病竟像是被白白耽误了3日，生生拖重的分明是错过了诊治的时机。问题在这回春丹。你们看，这所谓50两1副，包治10亿的回春丹，根本就不是治疫的药，里头尽是些寻常的补益之物，人参、黄芪一类，平日里拿来补身子倒也无妨。吃下去对身子并无坏处。补药再好，治不了疫症，可坏就坏在5大药行偏把它当成包治10亿的救命药卖，病人信了，把它当成唯一的指望，捧着这没用的补品苦等，便不再去寻正经对症的医治。这么一日一日的拖下去，原本能治的病，活活拖成了治不了的绝症。这榻上的老人家，起初不过寻常疫症，本是能救的，就这么被那50两的回春丹白白耽误了3日，生生拖到了鬼门关上。把没用的补品当救命神药卖，哄得病家不去求医，活活耽误了人命。这就不是奸商逐利，是草菅人命了。传话各医棚，但遇到凡有吃过回春丹把病耽误了的病家，都仔细问诊，记下名册，剩下的药包1份都不要扔，给我封存好了。那姓江的，城外医棚一开就是大半月，眼看就没要停的意思。如今城里城外都传遍了，说他济世堂的药分文不缺，还真能治病。咱们这回春丹这几日卖不动了。慌什么？他散尽家财赔本赚吆喝，能撑几天？这世上做生意哪有光赔不赚的道理？我倒要看他这活菩萨能装到几时。两位老板，那济世堂怕是不会停了。小的打听到，那江回放了话，只要济世堂还剩1粒药1两银子，这医棚就一刻不停。
他这是把家底是真往这疫区里填啊！倾家荡产也要救人，我倒小看了他这份疯劲。硬碰硬，咱们占不了便宜，可这人心是能哄的。他不是博了个活菩萨的好名声吗？那咱们就先把这名声给他搅臭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城外那济世堂的义诊，前儿又抬出去好几具尸首，那免费的药啊，喝下去当场就没了气儿了啊！可不是嘛，天底下哪有白给的好药？保不齐是拿咱们穷苦人试探那些来路不明的方子呢。我看呐，那免费的药碰都碰不得。放屁！我一家3口都染了疫，是江东家的医棚分文没收，把我们从鬼门关上拉回来的。那要吃死人！我看是有人见不得济世堂的好，故意编排。就是，我娘的命就是济世堂的大夫给救回来的。分明是城里那些卖天价药的红了眼，造谣诬人。还是老板高明，这谣言一撒，那姓江的招牌立马就不灵了。这几日回春丹的进项比先前还翻了一番。人言可畏，我倒要看看他将会拿什么跟这满城的悠悠众口斗。东家，是5大药行使的下作手段，他们买通闲汉，满城造谣，说咱们的药吃死了人。如今谣言四起，好些病家都被吓得不敢来了，城里那回春丹反倒卖得更凶了。咱们要不要也放出话去，跟他们对峙澄清？不必。东家，任他们这么造谣下去，咱们的名声……跟造谣的人争一时口舌，是最蠢的法子。我越是急着澄清，他们越是有话头往下编，越描越黑，没完没了。他们当谣言是把好刀，能搅了我的局，可他们忘了，那回春丹治不了病，只会耽误人，吃下去害了多少人命，这是实打实抹不掉的。跟他们斗嘴，我赢不了，也不屑赢。我要的是能把他们送进大牢的铁证。严当家，有一桩要紧却也凶险的差事，想托付给你。江东家何时跟我这般客气了？说吧，什么差事？城里5大药行那副50两的回春丹是假药，治不了疫病，专耽误人命。我要扳倒他们，但缺铁证，我得坐镇医棚救人，分不开身。这查房取证的事，满营上下，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你了。你是要我查什么？只管说。2样：一，暗中盯住5大药行那间药行，看他们这回春丹到底是在哪儿制作的。2，去寻那些吃了回春丹被耽误了病情乃至丧命的人家，把人证，把剩下的药都给咱们留下。没问题，这差事我接了。你在医棚安心救你的人，城里那帮蛀虫的牢底，我替你一桩桩翻出来。万事小心，他们狗急了会咬人。放心，我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。等证据到手那日，便是清算之时。都查实了，城西那处不起眼的院子，就是他们炮制回春丹的窝点。
里头堆的全是人参、黄芪那类寻常补药，哪有半分治异的方子？他们就是拿这些不值钱的补料碾碎搓成丸子，披一层金衣，便当50两的神药卖。被这回春丹耽误了的人家，我也寻着了10几户，有的人财两空，有的活活拖死了。剩下的药包都按你说的封存好了，任正也愿意出面，还有那个温润玉，他替5大药行摇旗造势，把多少病家从义诊棚哄去买假药，桩桩件件都有人指证。这块替奸商当枪使的料，一根绳上跑不了。温润玉，他竟也搅进了这害人的勾当里。好，你辛苦了。证据齐了，这事便不该再由咱们的手来办，该交给该管的人了。大人，这便是城里5大药行那副50两回春丹的底细，请大人验看。这回春丹根本不是治异的药，里头尽是人参、黄芪一类寻常补品，吃下去对身子原无大碍。既无大碍，何来害命一说？坏就坏在5大药行把这没用的补品当成包治食欲的救命神药，卖到50两一副，又使温润玉那等人到处摇唇鼓舌，贬斥义诊，哄抬此药。病家信了，倾家荡产买来当救命的指望，捧着他苦等病愈，便不再去寻正经的医治，能治的病就这么被生生耽误，拖成了绝症。这一城内外被这回春丹污了性命的已不下数十人。大人，卖药定高价是奸商逐利，枉法或难深究，可拿没用的假药冒充神药，断人活路，草菅人命，这是死罪。好一个草菅人命！发国难财也就罢了，竟拿万千百姓的性命当儿戏。本官若不办了这帮畜生，何以告慰枉死的亡魂？来人，点齐官差，随本官查封5大药行，将那姚霍2人并一干同党一体拿下。5大药行。奉钦差大人令，5大药行囤积假药，草菅人命，即刻查封！你们凭什么拿人？我们不过是卖药，卖药何罪之有？卖药无罪，拿没用的补品冒充神药，害死数十条人命，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带走！温大夫，不好了，官府动手了！钦差带着官差把咱们药行查封了，姚老板、霍老板都被锁走了。完了，5大药行被端了。我替他们造势卖药的事，一旦攀扯出来，便是死罪。跑，得趁乱赶紧跑！白嫣然，怎么是你？你快起开，别挡道！官爷，这个人叫温润玉，是5大药行请来替回春丹造势的医师，哄骗病家贬制义诊，害人不去求医的，就是他。白嫣然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指认我！放开我！我是京城来的神医，你们不能抓我！你这个毒妇！
五大药行囤积居奇，以假药害命，罪证确凿，着即查封全部家产，囤积药材，一律充公。这些药材自今日起，连同济世堂的医棚，尽数用于救治尔等，不要1文钱。钦差行渊御史，奸商五大药行，囤积假药回春丹，以无用补品冒充神药，坑害病家，草菅人命，今已查封法办。城外济世堂义诊施药，分文不取，活人无数，实乃救民于水火之义举。此前所谓义诊吃死人等流言，皆系奸商为谋私利，蓄意编造的蓝言，纯属诬陷，望尔等周知，勿再受祸。原来那些话全是奸商编出来害人的，济世堂是真活菩萨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城外济世堂的医棚去！东家，五大药行被连根拔起，妖货温润玉一个都没跑掉，全下了大狱。囤的药全充了公，官府还出面替咱们正了名，那些谣言再没人信了。五大药行，当年你们为夺这枚丝鸦，掐我药路，追我性命，逼得我九死一生。今日不是我将会向你们寻仇，是这满城枉死的人命，是天理王法，要你们偿还。挨家挨户排查病患，一个都不许漏下。轻症的施药观察，重症的抬来这边的重症棚，由我和沈燕、苏大夫亲自诊治。东家，有了这批充公的药，再不必为药材发愁了。咱们这就把救治铺到齐州每一个角落去。好，这场疫，咱们一寸一寸，把它从这片土地上赶出去。大夫，求您救救我娃，他是我们家最后一条根了。高热已经退了些，这副药再服2剂，熬过今夜便能转危为安。你守着他，按时喂药。你呀，从昨夜到现在，水米未进，药能救人，你自己先垮了，拿什么救？你不也一样？白日里压药，夜里还帮着安顿流民，几时合过眼？我这点累算什么？比起这些在鬼门关上挣命的人，比起你这个连命都搭进去的，我不过是搭把手罢了。脉象平稳，意气已清，往后将养些时日，便大好了。你看，
城里又升起炊烟了。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片焦土，连只活物都瞧不见。是啊，死过那么多人，可活下来的会替那些没熬下来的好好活下去。这场疫总算是要过去了。疏影，这一路多亏有你。北京的雪，南京的疫，最难走的几程路都是你陪我走过来的。你要去的地方，再难再险，我严疏影都陪你走。好，好啊！七州疫报俱已传回，疫情已尽数扑灭，再无一例新疾。这场席卷南境的大疫平了。江东家，此番平疫，你济世堂散尽家财，群医舍生忘死，功在社稷，德备苍生。本官回京，定当如实禀奏圣上，为你，为这一众义士请功。大人言重了，医者治病，伤者通祸，本是分内之事。这场疫能平，是官民同心，天下同道，众志成城的结果，非江某一人之功。只要这天下再不必有人因买不起药而等死，因庸医假药而枉送性命，便不枉江某行这一遭。谢济世堂护命之恩，谢江东家。乡亲们，快快请起！你们能活下来，便是对我们这些行医之人最好的报答了。大夫伯伯，谢谢你。东家，自打南境平疫的事传开，这济世堂的名号可算是响彻天下了。各州的药商、世家递帖子来求合作的，门槛都快踏破了。如今天下药市，提起头一份的，再没有第二家。东家，天下第一药商这5个字，您是名副其实，当之无愧了。天下第一药商，货都点齐了，我这趟回北京，把镖局的事儿料理料理，往后这官药海运的镖照旧给你押。这是这枚药引牌能护心安神，当年我亲手求来，本想着要赠给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辗转了这些年，我才看清楚，这枚玉该交到谁手里。好。